欢迎来到 Agent 创世纪。今天我们来解读发表在《自然人类行为》上的一项重磅成果。牛津大学和理化学研究所等团队通过对比大脑活动、区域干扰以及连接特征，首次在其他灵长类动物中定位了人类原认知的演化起点。这项工作为我们理解自我意识的生物学本质提供了关键线索。理解演化起点的第一步，要看清人类为什么是终极规划大师。我们拥有一种独特的前瞻性原认知，这种能力让我们在实际行动之前就能在脑海中模拟未来的场景，并提前评估自己的表现。那么这种预测未来、审视自我的超能力究竟是人类独有的天赋，还是早已写在灵长类祖先的生物代码中？要解答这一演化谜题，需要先拆解未来规划的两大底层逻辑。第一种是环境依赖概率，也就是评估客观条件，比如树上的苹果多不多。第二种是表现依赖概率，也就是评估主观能力，比如自己能否成功爬上去一次完美的未来规划，要求大脑必须同时精准计算这两组截然不同的数据。为了测试非语言物种是否也能进行这种双重计算，科学家设计了一场精妙的无声博弈。研究团队以4只成年猕猴为对象，开展了48个高强度的数据采集阶段。由于无法用语言询问他们的自信心，实验强制猕猴在代表外部环境概率的选项与代表自身能力的挑战选项之间进行抉择，通过选择来暴露他们内心的自我评估过程。这套精妙的实验正是通过 RDK 动态点阵任务来实现的。实验分为2个步骤，第一步是评估阶段，屏幕上会出现2种选择，蓝色点阵代表安全牌，任务极其简单，但奖励概率完全随机。白色点阵代表挑战牌，点的移动方向非常混乱，想要拿到高奖励完全取决于猕猴当下的眼力。第二步则是执行阶段，猕猴需要通过实际操作来争取液体奖励。收集到的行为数据显示，猕猴的抉择绝非随机乱猜，随着自身表现成功率的提升，他们选择挑战牌的比例呈现出一条完美的 S 型上升曲线。当点阵足够清晰时，他们会果断放弃安全牌，自信地选择挑战；而当难度极高时，他们则会明智地退缩。这有力地证明，猴子能够像人类一样，在行动前准确评估自己的成功概率。为了排除条件反射的可能性，研究者对比了2种情况下的表现。在客观难度完全相同的任务中，如果猕猴是主动选择迎难而上，正确率高达 90% 左右。而当他们别无选择被迫躺平时，正确率却只有约 45%。 这种显著的成绩差异证明猕猴能敏锐地感知大脑当前的内部状态，清楚自己此时此刻是否在状态。行为上的证据已经非常充分，但这种自我评估究竟在大脑的什么地方发生？研究人员通过高精度的全脑 fMRI 扫描来捕捉猕猴在做决定瞬间的大脑血氧信号实验，使用了 3T 扫描仪和15通道专用线圈，空间分辨率达到了 1.25 毫米各项同性体速，并通过2倍多波段加速，精准锁定了神经活动的微小波动。高精度的扫描结果揭示了一个极其清晰的双引擎架构。在猕猴的腹外侧前额叶皮层中，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区域来规划未来，相反，它动用了2台完全独立的处理器。其中 45A 区是专门向内审视自我的计算中枢，而 47-12O 区则是专门向外丈量世界环境的计算中枢。我们先来解码作为自我评估中心的 45A 区，它的核心职责是专门处理表现依赖概率。当猕猴在大脑中思索我能不能做到时， 45A 区的活动贝塔值就会开始飙升。实验数据表明，该区域的活跃度能够精准预测猕猴对自己技术水平的评估。它就像是一面镜子，只负责照向动物的内部能力与自信心。与自我评估中心相对的是 47-12O 区，即环境测算中心。它的核心职责是处理环境依赖概率这个区域的活动曲线，不关心动物自己能力强不强，而是专门追踪外部的风险以及潜在的奖励概率。通过这一硬件机制，它在大脑中扮演了绝对客观的外部环境雷达。然而，脑区活跃只能证明相关性，要证明这2个区域真正控制了决策，必须在物理上阻断它们。研究团队引入了神经科学的尖端工具——经颅超声刺激技术，也就是 TUS。它利用高频声波，可以无创、安全且精准地让特定脑区暂时关机，从而通过观察猕猴随后的决策变化来验证因果关系。
这一精密的干扰协议包含了一系列硬核的技术参数。研究者首先通过 BrainSight 神经导航系统进行精确制导，将超声焦距深度设定在距离换能器表面30至35毫米处，随后对双侧脑区进行共计60秒的强力刺激。猕猴在完全清醒且无需手术的状态下，其特定神经网络的通讯信号就会被暂时掐断。在第一组干扰测试中，当 45A 区被迫离线时，出现了有趣的现象。右侧柱状图显示，干扰 45A 区后，其任务偏好的贝塔值相比控制组发生了显著下降。在行为上，猕猴彻底失去了评估自身表现概率的能力，决策变得盲目或者悲观。但在边界条件上，他们对外部环境好坏的判断依然非常敏锐。与之相反，当 TUS 瞄准 47-12O 区使其被迫离线时，情况发生了彻底逆转。右侧柱状图表明，干扰该区后，任务偏好的贝塔值同样显著低于控制组。此时，猕猴虽然依然清楚自己的技能水平，但对外部环境的风险和诱惑却变得视而不见，完全失去了对环境依赖概率进行合理权衡的能力。这两组测试在科学界被称为完美的双重分离，是大脑功能模块化的铁证。关闭 45A 区时，猕猴无法评估自我能力，却能轻松评估环境；而关闭 47-12O 区时，结果刚好相反。这确凿地表明，在灵长类动物的大脑中，了解自我与了解世界是由两套完全独立并行、互不干扰的硬件系统在控制。当我们把视线转向人类，会发现一个令人惊讶的对比。在处理同样的未来规划任务时，人类大脑并没有使用猕猴那样的双核分离系统。相反，人类的 fMRI 数据显示，所有的计算全部汇聚于一个高度发达的区域，这就是人类特有的超级中枢前侧前额叶皮层，简称 LPFC。既然人脑与猴脑的大小相差巨大，我们该如何证明两者的功能存在渊源？科学家引入了静态功能连接分析，这种方法能够绘制出不同脑区之间互相通讯的高速公路网。在大脑中，每个区域都拥有独一无二的连线网络，就像指纹一样。正是借助这一网络指纹跨物种的功能追根溯源才成为可能。当我们提取出网络指纹后，拼图的真相浮出水面。单独看猕猴的 45A 区或 47-12O 区，它们与人类 LPFC 的网络指纹并不匹配。但如果将这两个脑区的连接数据进行叠加合并，这个合成的虚拟网络就与人类 LPFC 的网络图谱形成了近乎完美的吻合。这正是进化史上1+1等于1的奇迹。这一融合假说有着严谨的统计学证据支持。研究者通过曼哈顿距离分析，对比了人类 LPFC 的实线与猕猴合成网络的虚线。在雷达图上，两组数据在多个目标区域其连接度高度重合。这彻底定锤了结论。人类大脑并没有凭空创造新系统，而是深度融合并升级了祖先的两套独立硬件。大约在2500万年前的分叉点，人类与猕猴的祖先分道扬镳。在随后的漫长岁月中，猕猴保留了经典且互补的双核系统，而人类则走向了另一条路径。我们将这两个网络高度融合，演化出了 LPFC 这一超级中枢，并与更广泛的脑区相连。最终诞生了今天极其复杂深刻的元认知能力。这项研究所带来的启示极其深刻。首先，动物并非只凭本能，猕猴同样具有前瞻性元认知。其次，这一评估未来的算力最初分布在 45A 区与 47-12O 区这两套独立的物理硬件中。最重要的是，人类高维思考的超级中枢，也就是 LPFC 绝非凭空产生，而是灵长类祖先独立网络在进化中融合升级的杰作。这种思考未来的能力早已写在我们的生物学代码里。未来，我们不仅可以顺着这些脑区探索人类认知障碍的修复，更有望以此为灵感，为人工智能构建出真正具备内省能力的自我规划架构。